歡迎收看關鍵時刻，我是鍾道和。這一場的伊朗戰事，川普原本從48小時的絕殺令延後5天，現在再延後10天，全世界人都想問一件事情：那你跟伊朗到底談完沒？就在大家問這問題的時候，這時候財政部長貝森特說了一段話，他說他要搞一個船只保險計劃，他說的非常多，他說發展金融公司與中央司令部合作推的海上再保險計劃，讓這些船只得到一些前所未有的保護。我們都知道，英國大概在300多年前，它被人家称作叫做日不落帝國。第一個，它的船非常強，船坚炮利，甚至它可以控制航線，以及它擁有非常多的殖民地，更加上是什麼？它擁有保險的定價權，等於是全世界的保險都要聽我一個人的，所以它賺得盆滿缽滿。但是你看到在這一次的伊朗戰事裡，光是美國要求英國來荷姆茲海峽來護衛的時候，英國怎麼回？他說我不要，他甚至把那些保險都取消掉。他說這隻船只太危險了，所以我沒有辦法去保險。就因為這樣，美國趁虛而入，美國就是要來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最大的保險霸权。現在川普要創造的是比大英帝國還要強的大美帝國，甚至是川皇王朝。好，我們現在介紹今天的來賓，第一位財經專家黃世聰，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姚慧珍，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呂國珍，大家好；資深社會記者王瑞德，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专家林廷輝，大家好。好，松哥，直到今天，我們終於看到了美國為什麼要打伊朗，這個野心已經完完全全出來了。為什麼我說野心？今天，當川普還說要延後10天的時候，你看到貝森特怎麼講？他說我要弄一個船只保險。我講的是，他想說這個時刻你講什麼保險？原來這個保險就是美國要打伊朗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今天要把300多年前大英帝國那種所謂的船坚炮利那一種日不落帝國給取代，現在是一個美國的新模式。對，沒錯，我們都知道說大英帝國的時候呢，那全世界的這個航運的這個通道都被他掌握。對，那當時呢，他對全世界的這個經濟來說有非常大的話語權，過路費來說很多也要繳給這個大英帝國，他等於是有這樣的這個地位。那今天呢，如果你仔細來看的話，現在美國不是也是這樣嗎？所以貝森特，你看美伊戰爭打到目前為止來說的話，其實伊朗這個所謂荷姆茲海峽，川普也說我不是很 care 荷姆茲海峽，但是貝森特卻說了一件事，他說我們要這個金融發展的公司，還有中央司令部合作推出的海上再保險計劃，对，將為行經波斯灣地區的托運人提供前所未見的安全保障啊！還要來當理專，他要來維事。對，好，那我们就要跟他講，實際上這幾天的時候，不是這個所謂伊朗也有說，我要每艘至少200萬美金的這個過路費嘛？搞不好美國跟伊朗現在就在商談這件事啊！你分多少，我分多少？我有一個保險公司這樣一個狀況，對不對？好，所以我就跟他講，目前為止來說，美國看起來的話，照我跟他講，他現在如果真的有這個公司出現的時候，未來我可不可以保巴拿馬運河？我可以保荷姆茲海峽？可以，我可以保很多地方都可以這樣保嘛？所以美國就變成啥？全世界你要通過任何水道的時候，你只要跟我美國保險，你就是安全的。對，所以那毫無疑問，他不是就掌握了全世界的水域嗎？就是這樣一個概念。所以才說，你看以前的現在的保險業的這個海上保險呢，重鎮是在倫敦。為什麼在倫敦？因為從大英帝國下來的時候呢，他們很多後來就變成是民營嘛，所以很多這個倫敦的再保險公司都在負責這個部分。未來的保險市場搞不好會從倫敦呢扭轉到華盛頓來。對，就300年來的海上保險的秩序呢，被川普一個人完全顛覆掉。這就是川普所想要的大美利堅帝國，或者大美帝國。你看Bloomberg 就有直接講，他說這叫貝森特聲稱荷姆茲海峽的保險計劃即將啟動。他們早就準備好了。對，沒錯。因為那為什麼呢？因為事實上最早是川普有提出這個想法。他說：“大家都不想投保 ，OK 啊，那我們就美國，我們跟我們美國跟我們的美軍一起來為大家保險嘛，哈。”那我跟他講，開啟，我就是跟他說，這個川普真的是什麼錢都要賺，這叫做川理專就上任了。我們不能叫他川理專，他就是一個產品的規劃師。對，他規劃了這個產品，我相信呢，未來如果真的推出來說話，搞不好真的會大熱賣。那他就在那邊講啊，他說，我們做得很好啊，達成了99%，那1%也不能夠接受啊，因為1%就代表了這個其中一艘耗費10億美金的這個船只啊。但是我有種感覺，事情很快就會解決。對，什麼意思？
保險上路的時候就可以解決了，沒有問題啦。所以這就是他之前講的，伊朗要送大禮物來了。對，因為伊朗不會打荷姆茲海峽的船只，對，他已經讓他去通過至少10艘的船只。對，那因為什麼？因為有我美國照，所以等於是過路費我能收，保險費我也可以收，我又贏了。對，沒錯。原本呢，他的這個所謂的這個禮物是說，伊朗說有8艘，就後來伊朗允許10艘嘛。對，所以你要說，看起來的話，連伊朗可能都要賣一點點川皇的這個臉色。好，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你看嘛，最近呢，美國不是有一堆宣傳影片嗎？对。然後他們就說什麼，美國中央司令部說，我們從史詩之怒的行動以來說哈，已經消除伊朗的這個目標1萬個目標。對。然後把他們打成幾乎是一片廢墟啊。越兇。那這個川普的說法是什麼？我們已經把他海軍摧毀了，空軍摧毀，所有地面武器都摧毀，什麼都摧毀了一片。好。那這些武器這樣子，這個不斷的炸，轟轟轟，然後他不是說我們還消滅什麼掃雷艦這樣？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這意思就是跟你說，我給你看，我武力多強大，我在秀我的肌肉。你要保險的時候，別驚，我今晚我打你講，伊朗都不是我的對手。誰敢動你的船，對，下場就會是這個樣子。是沒錯。好，那你想說有沒有人這個開始要這個承接這個所謂川普的這個生意？當然有嘛。你看第一個時間，阿聯酋馬上就說，我們重申對美國高達1.4兆的投資，還有經濟合作的框架，還有加劇這個投資這個資金的這個部署。你看。1.4兆，趙和1.4兆美金是個天文數字，現在為什麼阿聯酋要突然之間講這句話？對，要講這個的意思是說嘛，老大，你放心，我承諾了1.4兆，我會趕快去。那你現在趕快把伊朗幹掉，就這樣。保險我買定了。对，好，那你看不只是阿聯酋，你看事實上連這個沙特阿拉伯，他们前後有1.6兆哦，他們可能也會快速的買單。而且宋哥，你知道現在川普最狠是什麼？今天我的保險計劃，誰敢阻止我的話，對，我見誰我就殺誰。對，你不能阻止我賺任何1毛錢的。好，我跟他講，實際上我要啟動這個荷姆茲海峽的再保險，請問誰會阻撓我？就是伊朗的海軍嘛。好，那伊朗的海軍的話，簡單把你幹掉就好。好，所以你就知道說，事實上這幾天的時候，根據以色列這個報道後，他們對這個進行持續的這個獵殺的這個動作。對，他說了，這個他們炸掉這個建築物，這建築物，它跟斬殺何梅尼的時候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就是說，他們有多名的這個海軍的多名的核心官在這裡面開會，在基地裡面，然後這個整個這個高級的指揮連在一次的空襲中，幾乎完全一鍋端就完全把它幹掉了，又在暗殺。對，就把它這樣幹掉。你仔細看哦，這個根本就是在建築物跟建築物中間，其他建築物都沒有打，對，就只有這個建築物被幹掉，所以呢，他們打的其實都精準哈。對，那當然被幹掉的首當其衝的就是這個。他說封鎖荷姆茲海峽叫湯西里，就是這一位湯西里哈。湯西里他目前的職位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他是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海軍司令，所以海軍東西我供的都丟了。而且他裡面當多久？他當8年。對，然後他就說他負責什麼？他就負責指揮無人機，還有水雷襲擊郵輪跟商船，威脅荷姆茲海峽還有公海的航行的自由跟貿易，就是由他來代表的。所以就是說，你看我把他幹掉，把他幹掉的話，那是不是就是表示說，好，你敢擋我財路則死啊？對。好，那除了這個之外，你看他當時還有接受媒體訪問啊，媒體訪問，你看他還大拉拉把他們的這個無人機都展示在後面啊。他說，你看我們的裝備，你看這後面就是伊朗的無人機跟伊朗的飛機。他說，你看我們的裝備，我們的實力遠超過眼下所討論的範疇啊。然後他就說我軍的實力超乎想象啊！哇，講得非常的大聲。好，講那麼大聲之後，簡單美軍也不跟你囉嗦，以色列不跟你囉嗦，就直接把你去除掉就好了，就這麼簡單。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今天你敢動我就殺，甚至你恐嚇的話，對於川理專過來講，你是在恐嚇，你是嚇我的客戶，這也不行。對，沒錯，你要驚擾我客戶，對，就是死路一條。對，那尤其是你看湯西里掛掉之後，事實上對整個這個伊朗的海軍來說，殺傷力非常大。對，另外他們還幹掉一個誰？他們還幹掉一個叫伊斯蘭的革命衛隊的秘密小組的這個負責人，還有兼任的情報官，他就是他們現在情報的首長。對，情報首長就是情報頭子嘛，我把你幹掉哈。那你就要事實上，你看現在連美國的海軍上將說什麼，他就警告這些伊朗的部隊，你要嗎？放棄崗位，要麼就是死。對，所以我就講，現在美軍的這個太強勢的這個態度來說的話，讓伊朗根本無法承受的一個局面啊。而且現在最可怕的是什麼？川普真的是鐵了心，他都看了300多年前的大英帝國，而且川普之前已經講過，他非常喜歡大英帝國的那種歷史榮光、貴族那種感覺。就他現在真的搞了，他真的把他上了位。為什麼？你第一次看到
美金的鈔票。对，现在第一个，川普要簽名了。对，没錯。那美金的這個鈔票裡面來說，上面當然就是美國財政部的這個部長的名字啊，或者是說美國的開國元勳的這個名字啊。就沒想到這一次，他們財政部貝森特說什麼？他說我們為了要紀念，今年是美國獨立建國250週年，我們發了250週年版的美鈔。美鈔裡面來說就會有這個簽名，貝森特當然財政部長一定會有這個名字。這裡就是川普的簽名，有川普的簽名。他就說，有這個川普的名字這樣一個狀況。好，他還就說什麼？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因為我們這個沒有比美元鈔票印上他的名字更能彰顯我們偉大國家與川普總統歷史成就的方式。哇，真的是川皇登基啊！對，我覺得貝森特真的很會來這一套，讓川普開心的要命。你看，為了我們在今年拿到了250週年建國版的美鈔，上面你就會看到所謂有川普的這個名字。好，那我們當初不是講嗎？為什麼貝森特會做這個所謂保險公司？就是主要是這一篇。這篇在3月4號的時候，他在出social上面來說，川普就說的，他說我要命令這個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要趕快做，所以等於是貝森特執行這個任務之後，完成了這樣一個任務。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價錢就會推出來。那怎麼保險的形式，可能在未來幾天會推出一個這樣的狀況。好，那我跟他講。這讓美國為什麼要做這樣一件事？我們給大家看這張圖，這張圖是什麼圖呢？大家看到，母薩薩，我跟你講很簡單，這就是大英帝國在日不落時候的，它擁有了全世界的領土。你看，加拿大被它管嘛，英國在這邊嘛，還有這個中南美洲，然後非洲大部分，還有印度、英屬印度、澳洲啦，然後甚至在這個東南亞、馬來西亞這邊都是它的領土哦。全世界這麼大，因為什麼？你看啊，你直接看這個波斯灣這邊不是被他控制嗎？對，他控制住這邊，阿聯酋被他控制，紅海這邊被他控制，蘇伊士運河被他控制，對不對？然後這整個新加坡這個所謂馬六甲海峽被他控制，他當時控制了全世界的航道，控制全世界航道的時候，所以簡單來說，我當時你要保險，當然就是找我大英帝國啊，就這樣。以前是什麼我說的算，對啊，而且誰敢去碰這個船，就是跟我英國做的對，我就會把你殺掉，對。但是這個保險費。都是英國去定價，那我們就每天躺着賺錢了。對，那英國為什麼那麼強大？因為掌握了全世界的這個所有的航道在他手上，然後呢，他又把這個全世界的貿易能夠從來來往往這樣，所以英國那麼強。對，那美國現在也來這一套啊。正好我問你，現在你看全世界的航道。巴拿馬運河現在誰控制啦？美國。好，那現在呢？這個蘇伊士運河，美國是不是也能夠掌管？那新加坡這個地方，他們在新加坡有駐軍，是不是也控制這個馬六甲海峽？對。那如果假設未來一段時間，我把這個荷姆斯海峽我也控制住的時候，請問你，它跟過去的英國有什麼兩樣？它不就是英國一樣的翻版嗎？對。那等於是說，你未來全世界。我跟你講，不只是說什麼保險，未來全世界貿易也是我說了算啊。對，我不讓你過，你就沒辦法過；我不讓你中國石油過，我就不讓你中國石油過。這才是前所未見的威力，這樣子嘛。你看，最近他不是英國要開戰的時候，美國就跟他說：“過來幫忙。”對，而且你的基地借我，英國還不願意嘛。就現在還好像要打贏了，英國就說：“我們要去啊！”然後連川普都虧他們。3個禮拜前，英國還說我們會派航空母艦隨便你那裡去，並不是最好的航空母艦，只是跟我們比起來，那是個玩具而已。所以英國的這些航母是玩具。對，你想要再把你的保險霸權給找回來，你不用想。對，你那些船玩具。對啊，所以你看他還虧了英國一頓，對。好，那我們就跟他講，英國當時不是他有我跟大家說了，你要成為全球霸權很簡單。你一定要有強大的海軍。對，英國當時就是憑借強大海軍，他打敗了這個在17世紀的時候打敗這個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嘛，15世紀打敗無敵艦，變成全世界最強的時候，又打敗全世界各國的這個艦隊，變成全世界最強海軍。那現在，照我問你，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海軍能夠跟美國比？沒有，所以現在就是美國了。你看他說這樣的。你的航空母艦在我看來只是玩具而已，那你更不用講中國，你覺得他會把中國的航空母艦看在眼裡嗎？對，根本完全不是個咖。好，所以我跟他講，你看英國也因為他有這個海軍的這個相關的實力，而且掌握全世界的霸權的時候，你看鴉片戰爭他也贏。對，然後英荷戰爭他也贏，然後7年戰爭全部都贏，而且我們看到這3場戰爭裡面有一個最關鍵的，儘管不單單是我英國船是被打，對，只要在我的保險的管轄裡面，對，我會幫你出頭的。對，所以我就跟他說，現在從過去的例子，川普人了解，英國當時在全世界稱霸的道理是什麼？現在美國也要用這樣的方法，也就是說，你看哦，掌握真正的全球的重要航道，對不對？然後能加上能源。
還有加上海上的霸權，所以又讓美國會成為真正的日不落的帝國。國正哥，我們剛剛提到，川普就要幹一個什麼川皇帝國，打伊朗是拉贊助，把所有國家在这次戰事裡面你需要我幫忙的那些錢，通通都會進來美國了。所以美國的國家力量動起來，整個國家機器動起來了，在華盛頓的國會商專把這群人拉過來，美國到上300年的霸權沒有問題，美國的武器會像下餃子一樣，一直不停的落下來，比餃子還要快。為什麼呢？國會山莊他把矽谷全世界最聰明的人找過來一起開會，加上全世界最有錢的油國，還有全世界最會炒股票的华爾街一起加入這場會議，然後包括他的國務卿海伯格、副卿海伯格，還有風險資本的 Peter Thiel， 還有加勒特，還有科斯拉，你听起来好像一些很莫名的名字，全部都在這裡。好，這些人是什麼？他們其實都是矽谷最聰明的老爸，包括 Thiel， 他其實就是臉書最早的創始股東之一。好，今天世界上最紅的矽谷科創公司 Palantir 是他們是大股東，還有即將要上市，對台灣股市影響很大 Space， 他們其實也是最早創始的大股東之一。還有無人機飛机 Anduril 老板去了，那這些人也是他最主要的大股東。矽谷的新創控制这些國防新科技，所以不要說美國沒有無人機哦，沒有新的無人船哦，這些人其實都會生產。對，那矽谷最聰明的大聰明集合之後，還有什麼？世界上的大富豪都要把他找過來，最有錢的通通都來了。好，國會山莊這場論壇還找誰？不要以為論壇只是開會高談闊論哦，其實就是要搞定政策分配納稅人的預算，同時告訴這些油國，這些有錢人。我們美國是玩真的，你大膽的把錢投給我，我要拿4兆出來耶！接下來就什麼大量的錢就投向美國這些創新科技、新科技的武器會像下餃子一樣不斷的下來，因為最聰明跟最有錢的人都加入這場局了。所以今天川普發動戰爭之後，根本就是透過這場戰爭拉贊助。錢就源源不絕的來了，所以海上保險，你會擔心美國人會被炸啦？伊朗不是有很多無人艇會炸它，會布雨水雷嗎？我告訴你，美國的無人艇也下來了，而且會跟下餃子一樣的快。這是美國海軍的發言人他說，美國已經真的開始部署無人艇了。不要以為說伊朗用無人艇攻擊油輪，我就沒有。它其實已經海上累積航行已經450個小時，累積航行的海里已經2200了。更重要是速度非常快，因為美國最厲害是國防工業動起來。它是去年才招標，6個月就已經開始投產交付了，這麼快速。好。這麼快速，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戰略目標改變。我們來看這件影片，它其實是海上人群正數。這個船其實真的也沒什麼啦，跟以前大軍艦來比，成本很低，一艘船才不過5公尺，可是造的速度會很快。你看，一旦變成這麼多的時候，伊朗的船打不完，它就可以在海上遍布都是美國的无人艇。接着，它建造的成本很低，你看到它就是铝合金而已，把它用船的鋼造去做，成本相当低啊。所以一旦美國啟動，會非常的快，速度會快到嚇死人，而且功能會非常的多樣。它為什麼？它搭起了降落傘的時候，它可以在海上偵防，接下來還可以掃雷，加上掃雷的器具，我們看影片可以看到，它可以掃雷，然後加上它還可以什麼？做自殺式的攻擊，同時我們看到影片，它會搭配什麼？搭配反潛直升機，代表什麼？它還有反潛的能力哦，所以它是多功能戰力，甚至可以把無人機再在裡面再去發射。重點是美國選在什麼地方？是為什麼它得標？你知道嗎？這家公司叫黑海科技，它的地點叫伯利恆費爾菲德這個造船廠。在這個地點重新造船，這個地點對於世界來講是非常有意義的。在2戰的時候，這個地方造了508艘的自由輪。什麼叫自由輪？就是當年為了支援2戰戰場的時候，美國大量造了貨船，整個大西洋全部都是貨船，就是在伯利恆這個地方造了。同時，那時候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山本56講的真實的一句話是：這場勝利，珍珠港勝利偷襲成功沒有什麼，因為美國可怕的工業實力，在1年後，如果美國崛起，我們日本將無以為繼。果然，這個造船廠要造多少艘船嘛？384艘軍艦，14艘航母，整個美國造了超過100艘的航母，整個太平洋全部都是美國軍艦，就在這個地方造。這麼厲害？對不起，它2001年倒閉了。因為美國國防工業後來不是很重視嘛，如今在同一個地點，它火起來了。對，就是我要說的，
美國的國家力量要崛起了，就是山本五十六最怕的事情就是我們把這個巨人給叫醒了，並且灌輸他可怕的意志。國會商專裡面 Andrew 這個人也去參加了，對，他同時也秀出一個在俄亥俄州的最新工厂，他本來是6月才要正式完成，已經提前3個月正式量產的 Building One， 你要看哦，短短幾個月時間就已經現在畫面中它已經蓋好了，一望無際，看過去一望無際，所以現在預計每個月每班就生產50架，到2035年就可以生產數萬個，它叫數萬個。同時，這個工廠在做什麼？它要做怒火的中程僚機，就是這個東西。以後一架 F-35上空的時候，有4架陪着它，那個叫中程護衛，就好像古代的武士一樣。旁邊領主旁邊有4個很會打架的鐵衛，他就是在旁邊 F-35以後叫他攻擊別人或擋飛彈的時候，由他來做。成本比較低，那同時它攻擊火力會更強。同時不是說巡弋飛彈沒有嗎？這個地方也會造便宜版的梭魚型的巡弋飛彈。再來還有左捐，這個專門在攔截無人機攻擊的，當然要攔比較貴的東西，攔截器，同時都在這裡啟動了。而且重點是新的行業會進來。我們以前看到了過去的戰爭跟新的戰爭就會不一樣，大量無人機、無人艇、新的 AI 科技會进来。所以華爾街的皇帝戴蒙也在這場論壇出來了。他就講很明顯，我們過去幾年真的把鏈條爛掉了，甚至伯利恆鋼鐵廠也倒了嘛。其實真的是落後中國了，包括船艦、無人機、汽車。所以現在要上緊發條，一旦為中國成為對手，我才有辦法抗衡。所以，華爾街又進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資本才是武器。連張忠謀都講這句話，資本支出是敵人，是自己的護城河，還有敵人無法跨越武器。所以台積電是怎樣？研發工廠是蓋得非常的快，要靠什麼？華爾街的支撐。所以他也想到一個問題哦，那美國要發展這個國防工業的時候，需要什麼？台灣晶片還有新科技，所以跟我們簽備忘錄哦。台灣是納入這一環裡面，還有我們的廠發署長，等於美國是真的明着跟我們合作了，而且三股論壇還把誰找去？劉揚偉找去，鴻海的劉揚偉也去了。所以你要搞懂一件事情，我们呢最有錢、最聰明的公司，當你要搞大量製造的時候，誰最會製造？所以他就問他們的副國務卿海伯格就問他說：“鴻海你的製造能力怎麼樣？你在美國搞得怎麼樣？美國做了多少錢？”當鴻海劉揚偉跟他說1年可以生產2億台智慧裝置的時候，人家美國人多開心啊！這太驚人了。可是代表什麼？如果這個能夠為美國服務，而不是中國服務了，那世界就要改變了。田薇老師，我們剛剛講到一個最關鍵的概念是，美國要創造一個新模式，就是把這個所謂的保險霸權直接退出去，以後我說了算。但是其他國家沒有搞嗎？你看到了委內瑞拉，你看到伊朗，他們沒有買保險嗎？有啊，他跟誰買保險？跟中國是買保險。但現在這2個國家出了事之後，我第一次看到保險員不理賠，直接跑的。所以我先跟你講啊，這個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就是說，貝森特以及川普他們政府在想這事情的時候，絕對沒有像我們想象的，只是因為保險這麼簡單而已，只是因為理賠的。還有更大的，對，它有背後一個更大的陰謀在裡面。你要記住啊，就是說，第一個，荷姆斯海峽，川普有說過，誰在用？沒有，美國沒有在用啊，美國只有1%的船在用而已啊。所以對美國來講的話，他這個所謂的叫他們去保險來講，美國賺不到錢。美國要叫誰？叫使用荷姆斯海峽的國家自己派艦去護衛，對不對？對。但你們不派，對不對？沒關係，我今天來講的話，中央司令部，我來跟你這個保險公司，然後我們一起來做保險。表面上是叫保險，事實上是在控制這些國家的船。你知道一件事情啊，你要保險的时候，你要不要去登錄那些資料？要。你要不要去跟保險公司提交說，你這艘船上面到底載了多少油？要。如果以91%是中國的船，95%是日本的船，35%是韓國的船的話，那這些亞洲所有的國家的船舶的數量以及到他們的買了多少油，不就全部被控制在美國手上了嗎？美國到時候就跟你講說，這個你哪些船裡面載什麼東西來講的話，它一清二楚。對，因為它的保險公司。好，那今天來了，如果假設今天你不保險的話，沒關係啊，因為飛彈不長眼啊，飛彈也不知道從哪裡飛過來的啊。中央司令部對不對？他不小心一顆飛彈發出去，他說是伊朗射的，然後就把你船炸掉了。你要不要保險？你一定會保險嘛。所以就是裡外全部都吃。我這樣，我跟你講，他那個
陰險在裡面了。因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以前曾經遇過，對，我們有弄一個，就是有點像海上保險公司加上海上保全公司。对，为什麼？以前我們在索馬利亞海盜的時候，我們常常長榮海運、陽明海運，我們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我們是不是要聘請海上保險公司？對，沒有錯，我們找了法國的海上保險公司。那我們自己能不能成立海上保險？因為我們有槍炮彈藥管制條例啊，所以我們的船這個進港的時候，上面都不能有任何武器啊。所以我們那時候日本要不要做這件事情？日本也在思考啊，要不要派艦去保護啊？然後日本說開玩笑，這件事情，民間的船到了索馬利亞海域的時候，結果呢，竟然要找保險公司。本來護衛日本的船的，就是我日本海上保安廳跟日本自衛隊的事情，所以他們就大要想要派東西過去這樣子。對，這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國家的海軍軍力之所在。就是國家的人力之所在，对。然後你用一個保險公司或是一個保全公司去搞的話，那分明來講的話，就是一個很丟臉的事情。但是今天美國不是，今天美國是政府出面去搞這個保險公司，再加保全公司，就是告訴你說，我一方面為了要賺錢，對不對？啊，賺錢太淺了啦，因為賺錢來講的話，很多東西都可以賺錢，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國控制這些船舶。對，控制這些船舶，控制誰的船舶？我剛剛提到了，91%是中國的，95%是日本的。所以控制中國跟日本啊，也就是代表說美國是要控制用這種方式來控制你中國的這些啊。你假設如果不在名單內的這些船呢，我就被炸了，我就完了，我就可能炸你啊，對，我就可能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因為什麼？你這個船可能不是在運油，你這個船可能在偷運飛彈給伊朗。對，所以我美國也可以控制得一清二楚。原來美國是這樣，也太壞了。所以他等於是逼着你吞下，他絕對不是只有為了賺錢而已，他要掌控全世界所有的石油的這個源頭，然後他運用這種方式，名義上用這種冠冕堂皇的，美國常常用這種方式哦，就是表面上合法的、合乎的、合理合情的這種理由，然後接下來他要做的事情就在控制你的所有一切。那你要給也不是，不給也不是，你就等於說簡單講，全世界現在每一個國家都被當作豬仔了，對，每個都要任人宰割了啊，也就是說美國現在宰割你了，對，所以他打也賺，不打也賺。現在來講，他想盡各種方法，不只是為了海上霸權而已啊，海上霸權那個都帶錢的，因為他本來這就是海上霸權，英國也比不上他了。但是問題是，他想要控制一切，他想要裡外全部都賺。那這個做法來講的話，就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做法。我相信他們早就已經沙盤推演過了，而這種方法才能夠控制中國的石油。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耀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